裴之夏，你个胆大包天的死丫头，又往为师的药酒里下毒，有种就别给我回来！不回那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我是真的没种。我又不是男的，要种来干嘛？在这谷里一待10年，被继母推下黑风崖，而我一个战场殉职的军医，鬼使神差的捡了这具身子接着活。臭丫头命硬，下了山眼睛放亮些，少惹祸，别把命丢了。知道了，您就瞧好吧，这就去给您老长长脸。几十个为一个，大晋的武德是喂狗了。陆军军医上校一睁眼成了被后娘推下崖的同名倒霉蛋。阎王嫌我吵不肯收，那就回来，把这笔账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姑娘，见死不救。不熟，你多杀几个，我等会儿好收尸炼药。救我！你要什么？我给。早说呀！谈钱，我熟。感谢我今天心情好，否则倒下的就不只是迷晕这么客气了。中毒、废宫、毁容，3样占全，惨得很。诊金先收了，离尘谷的规矩，给药收钱，概不赊账。死不了，算你命大。撤！听说没？掌门又打了胜仗，活阎的名头不是吹的。可惜喽，回京路上遭劫杀，命是捡回来了，武功废了，脸也毁了，废物一个。战王萧炎，葛请我顺手救的是当今圣上最忌惮的那位。下山头1天就白捡个废王当枕巾，开门红。哪来的贱民，冲撞了太子殿下的车驾，想掉脑袋？贱民，我是这府里的狄大小姐。哼，我们狄小姐是赔清钱，就你也敢冒充？指腹为婚的好方君到了，正好验验货。太子殿下，别来无恙。贱民也敢挡太子的道，下手还挺真。晦气！晦气你大爷！行，这渣男3阵出局，未婚夫婿什么的，本姑娘不要了。大胆刁民，竟敢与太子同立！乡野之人没见过太子，吓着了。殿下总不至于跟我计较。无碍，本宫心宽。你到底是谁？裴之夏，您指腹为婚的未婚妻。你真是夏儿，你没死？死透了，阎王嫌弃，又给踹回来了。空口无凭，你拿什么证明自己是裴之夏？这小贱种命真大，坠崖都没死。10年前能瞅你，今日一样能。这枚定亲玉佩够不够？还给本宫。太子这是要悔婚？本宫早已属于他人，你要进东宫做个妾室也未尝不可。太子哥哥，妾，太子真是迷之自信。喏，破玉佩还你，本姑娘不稀罕。爹，我累了，给我寻个清静院子。啊！大小姐，夫人说您住这石雪阁。漏风漏雨，够意思。您别怪罪奴婢，你怕我？奴婢不敢。跟着我有肉吃，背叛我没下场，记住了？记住了。主子，师兄有消息了。顾公子最后现身朔州孤城。这浪子，等他知道师父把我踹来投奔他，有好戏看。盯紧侯府，我要方还当年的把柄。是。姐姐刚回府，委屈些，母亲事忙顾不上。母亲？你是说那位服了正的姨娘？姐姐慎言，我娘如今是侯府主母。妾就是妾，位分抬得再高，也是续上去。牙尖嘴精，被太子退了婚，
看你还能横到几时？横到把你们一个个送上公堂那天。姐姐这院里的太火奋力，可都攥在母亲手里。聪明些，别自讨苦吃。拿断炭断饭来拿捏我。姐姐是明白人。回去带句话，本姑娘冻不死饿不着，倒是你们夜里睡觉留神些，别睡太沉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小姐，厨房说分力只有这些。靠人不如靠己，这府里的饭我不稀罕。你要做什么？去趟黑市，挑几个真正听我的人。这身皮囊扮起郎君也绝。走。小姐，方才好像有人盯着咱们院子。我知道，让他盯，盯得越紧，越说明心里有鬼。小公子面生，头回来，手里有几个性子烈的货，要不要带回去调教？带我瞧瞧。这眼神够劲，越烈我越要。他犯了什么事？重伤了个仗势行凶的权贵公子，被打个半死扔来，指定卖给狠主。劝您别碰，凶得很。敢动那种色批，有种我就要他。小公子，那家在此处有眼线，卖错了人，我这买卖做不下去。哦，什么人家这般大的墓？惹不起，那家的女儿是定北侯府的主母。吏部尚书方家撞铁板上了。巧了，这块铁板我砸定了。想让我做你的玩物，做梦！我这儿不养玩物，只养利器，你别无选择。叫什么？江婉，不是大靖人。过往我不问，跟了我绝对服从，背叛我，后果你想不到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会是我最锋利的一把刀。我先说清，休想我伺候男人。放心，男人在我这儿不值钱，师父师兄除外。擦上3日收口，我的刀不许带着烂伤口钝着。你不怕我拿这瓶里的东西害你？就你这点道行，我配的毒你解不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的新主子，记住，听话有肉吃。小姐，夫人不会让您留下他的。我的事轮不到一个续平的姨娘做主。你怎么把这醉奴带回来了？这贱奴差点废了我侄儿，身上的伤多半是我让人打的。我院里的人，方姨娘也要管。他是醉奴，侯府容不下作奸犯恶之徒。我只留在自己院里，又没让他伺候你。放肆！夫人是你母亲，你竟敢这般无礼！一个奴才也敢对主子吆喝？张嘴，留着分寸，这是要送官的人证。你敢？我还就敢了。一个奴婢敢辱主，按律该送官纠犯。方姨娘要不要替他走这一趟？不过一句话，你何必小题大做？方姨娘也知道按律二字，那10年前的旧账，要不要也按律算算？10年前那场坠崖，方姨娘，你布的局可不太干净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娘苏玉茹死的蹊跷，原主坠崖死的冤，这2笔账，我迟早一笔笔同你对。小贱种，你摔不死，我看你能横到几时？走着瞧。江婉，回石雪阁。这是什么药？能让你少躺好得快的药。买你回来可不是让你病死的。摆设动过，灰痕对不上。方姨娘这就坐不住了，把青鸾雀翎调来。他们原本的差事交给旁人。方姨娘想玩，我陪她玩个尽兴。主子这是动真格了。这女人到底图什么？王爷，出事了！皇后要给您赐婚。赐谁？太子刚退婚的侯府嫡女裴之夏，昨儿才从线下回来，转手就塞给您。崔皇后的算盘，一来羞辱我，二来困死定北侯府，免得我同将军府联姻。王爷就忍。我这副废人模样，不忍又如何？体内的毒压不住了，
再寻不到神医，经脉尽废，迟早瘫痪。四王爷远走歙州寻神医，至今没信。要不要属下查查这位王妃到底丑成什么样，逼得太子马不停蹄退婚？不必查，这局里她不过是颗被牵累的棋子。倒是10日前黑风岭那丫头抬手放倒一片死树，人没醒就先收了我的扳指当枕巾。这么个煞星，那才不好惹。有趣，我不离身的扳指被他拔走了。您还惦记上了？那扳指是先帝御赐，丢了可是大事。不急，他既敢拔，迟早会自己送上门。王爷的意思是，这门赐婚您接了？崔皇后想看笑话，我偏不让她如意。崔太傅惦记我手里的兵权，那就让他们先斗个痛快。王爷该不会对人家这姑娘上心了吧？滚！小姐，旨意到了，赐婚，皇后把您赐给了战王。赐婚，战王，我前脚刚退婚，这时间掐得真准。战王毁了容，废了宫，京里都说他是活阎罗，小姐好命苦。毁容、废宫、中毒，巧了，这3样我都能治。萧燕拿我羞辱萧环，崔皇后拿婚事困我。可你们都忘了问问我，本姑娘从不做亏本买卖。小姐，厨房又克扣了，连片肉腥都没有。清汤寡水，方姨娘这下马威倒是锲而不舍，要我去厨房走一趟，保管他们以后顿顿给您上肉，打杂一顿不过出口气，明朝赵进购就得断他的根。可夫人长着中妃，咱们斗不过她。斗不过明的，就掀他暗的。这盘冷饭正好当药引子，端上，随我去前厅。爹，您尝尝，女儿天天吃的就是这个。这夏儿怎么回事？想是底下人疏忽，妾身这就去查办。疏忽？管膳的张嬷嬷克扣我的份里，账上却支着整份的鱼肉银钱，短的那一份进了谁的药袋？这叫疏忽，还是中饱私囊？你哪儿来的账册？方姨娘长着中玉，连自己手底下的账都看不住，这管家的本事，怕是要打个折扣。是奴婢一时糊涂，与夫人无关，求侯爷开恩。主动揽罪到忠心，可惜账册上还记着你私地柳家外宅的银钱往来，要不要也一并抖出来？潘墨主子分令私通外宅，按府规送官纠办，革出府去。爹，您说呢？就依夏儿。一个嬷嬷而已，方姨娘别心疼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夏儿，这些年是爹对不住你和你娘。银子我收下，全当补偿，父女情分就免了。我娘当年怎么没的，您心里未必没数。张嬷嬷被送了官，这是杀鸡儆猴给我看。这小贱种比她那短命的娘还难缠。夫人，要不要先忍一忍？她就要嫁去战王府了。忍？她嫁去战王旧部尚在，万一借战王的事翻10年前那桩坠霞旧案，你我都得陪葬。那夫人的意思是，趁她出嫁前断了这祸根，备一份贺礼，要不着痕迹的那种。娘，女儿来帮你。她不死，女儿这太子妃的位子都坐不安稳。近日她还拿我与太子的私事威胁我。好女儿，过来。这件事得这样办。贤王萧瑾打着替萧环寻神医的幌子，在外头跑了大半年，本宫不放心。殿下是要他回不来？做得干净些，嫁祸给关外马匪。神医若被他寻回治好萧衡，本宫这储位就坐不稳。索命诏办事从不留尾巴，只是贤王身边的护卫不好对付。调足人手，事成黄金1000两。成交。哼，再催礼部尽快把裴之夏抬进战王府，断了萧衡同将军府联姻的念想。一石二鸟。主子，方皇在密备一份出嫁贺礼，来路不明，经手的只他院里阁的人。另，东宫今夜见了索命阁的人。索命阁，冲着谁去的？听只言片语，像是贤王萧瑾。萧环的四哥，替他寻神医那位，
太子这是要断萧环的活路，要不要知会战王府？知会，但不能白帮。这是结交战王、探他地下的好机会。青鸾，钉死方魂那份贺礼，他什么时候送、怎么送，我都要知道。雀灵，把索命阁刺杀贤王的路线给我摸清楚。是。想在我出嫁前送我下路，方姨娘，就怕你这份礼烫手。王爷，要不要属下把那姑娘的底细查个清楚？黑风岭那种地方，黑风岭乱葬岗连片，毒瘴弥漫，寻常人进不得。他却能从天而降，一招放火术士，全身而退。医术、毒术、身手样样如这样一把好刀，会是握在谁的手里？兴许只是个隐世一家的后人，卡好路过。太子前脚退他的婚，皇后后脚把他赐给我，这般巧，你信？王爷，无妨，毒又往里走了一分。沈大夫说过，再压不住，经脉一断，您这辈子就废了。四王爷那边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萧瑾在替我搏命，我不能死在他寻回神医之前。太子、皇后把我逼成一条将死的废狗，这笔账我记着。那丫头蹲在我面前，说我毁容、废宫、中毒3样占全，惨得很。她还笑得出来。王爷这是又惦记上人家姑娘了？她把我搬至时，眼睛是亮的。旁人看我是看一个动不得的废人，她看我，倒像在看一块还能盘桓的料。就从这一眼，您把人气这么牢？3日后大婚，她进了这个门，是敌是友，是棋子还是执棋的人，我倒要亲眼看个明白。夏儿出嫁在即，这盒枣泥酥是娘亲手吩咐小厨房做的，一点心意。哟，方姨娘竟肯叫我一声夏儿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从前是娘疏忽了你，往后一家人何必生分？趁热尝一块。这么金贵的东西，我得留着慢慢吃，一口都舍不得糟蹋。那娘就不打扰你了。有古怪，鹤顶红磨成粉，掺进枣泥里，又用蜜糖盖了味。他这是要我死在嫁妆抬出门那天，做成暴毙的样子。这种东西砸回他脸上，我现在就去砸回去。他随口推到哪个奴婢身上，又是一桩下人糊涂。要砸，就得砸到他翻不了身。陈璧，把这匣子连人证递到一个能压得住方家和太子的人手里。调给谁？当今陛下，继母毒杀侯府嫡女这种事，最该让坐龙椅的那位知道。属下这就去办。方姨娘，借刀杀人这种事，论起来，我可比你熟得多。定北侯府嫡女出嫁前遭继母投毒，证据确凿。银针试毒立黑，小厨房经手人画押俱在匣中。吏部尚书方家还有刚替太子说过话的方氏，一个个胆子不小。先记着，这笔账连同这门亲事，朕慢慢算。从今日起，石雪阁单独开火，不再领府里的份礼。小满，往后去望月厅采买，账记我头上。太好了，再不用看厨房那帮人的脸色了。在这府里，连一口吃食都能被人做手脚，何况别的？能攥在自己手里的，就一样都别交出去。夫人那边怕是又要发作，她巴不得我饿死，我偏要吃的比谁都好。姐姐好大的派头，单独开火，日日望月居的席面，铺张得很，也不怕被人说一句不懂节俭。我花我的银子，吃我的饭，碍着妹妹哪根神经了？到底是乡野长大的，上不得台面，难怪连太子哥哥都……太子哥哥，妹妹与太子私底下书信往来，月下相会，这般亲密，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
这名声要是传出，你血口喷人，可不大好听。血口喷人，这封清浅清奇，落款自私会的时辰地点写得清清楚楚，要不要我念给满府的下人听听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还我！急什么？卫玉阁的姑娘与储君私相授受，传扬开去，妹妹是想做太子妃，还是想做满京城的笑柄？裴之夏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命硬得很，阎王都嫌弃。妹妹与其咒我，不如回去想想，这把柄攥在我手里，往后你是该恭敬些，还是再来招人？小姐，您连这个都拿到手了，攥着别人的命门，说话才有分量。这封信留着以后还有大用。主子，战王的伤势打听清楚了，面容溃碎，经脉淤堵，太医院上下会诊都断为不治之病。症状细细说来。常年咳血，手足时常冰冷麻痹，每逢烟雨便毒发，浑身剧痛如万蚁噬骨。咳血、肢冷、遇寒加重，是慢性毒，一点一点淤在经脉里，积了许多年。那面容呢？毒气上侵，蚀坏了肌理，看着吓人，其实不是真烂到骨头。你是说他能治？太医院都放弃的人，太医治不了，一是没见过这种毒，二是没有我手里的东西。先用药把毒往外驱，再以银针通他淤堵的经脉，最后调养再生肌肤，一步步来，治得好。那这门赐婚，本来还想着他若也不愿娶，正好两不相欠，各自清静。如今看来，这桩买卖做的。你图他什么？一个被废了的王爷？图他手里那只没散的旧布，图他战王的身份，图一个能让我名正言顺翻10年旧案的壳。我出力替他解毒续命，他出力替我撑腰复仇，各取所需，谁也不亏。可万一战王真是个性情暴的活阎罗呢？豹女，一个被亲人逼到墙角，命悬一线，还能笑着认命稳得住的人，心里亮堂得很。这种人比那些上蹿下跳的好打交道。萧环，3日后大婚，你我各揣心思，可别让我失望。小姐，这战王府冷清的吓人，连个道喜的宾客都没几个。废王娶弃女，谁敢来沾这晦气？正好清静，省得应酬。这一路的眼睛，倒有大半不是冲着看新娘子来的。皇后太子的钉子扎得不浅。那可怎么办？不急，这些眼睛往后都是我往外递假消息的好渠道。久仰，太子退的婚，皇后赐的人，说吧，进我战王府，所图为何？干脆，那我也不绕花子，为借你这块废王的招牌，我要翻一桩10年前的旧案，缺一个名正言顺的靠山。倒坦率，不怕我是皇后安插来钉你的钉子的。彼此彼此，你这会儿不也在防我是太子塞进来刺探的奸细？既都看破了，便没什么好演的。你要什么，我又能得什么？见面礼，解药，先压住你体内翻涌的毒，让你今夜不必再咳血。信不信，由你。战王令，持此令，战王府上下听你调遣。这就把家底交出来了，不怕我反手坑你？你要翻案需借我，我要解毒需借你，捆在一条船上，你坑我，自己也翻不了岸。是个明白人，难得，省了我许多口舌。那这第一剂药今夜就喝，喝完睡个好觉，明日起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成交，裴之夏，但愿你这把刀够利。放心，我从不做亏本买卖。皇兄报相，本宫特送来上好的药材，盼皇兄早日大安。太子有心了，弟妹好福气，嫁得如意郎君，只盼皇兄这身子撑得住这新婚之喜。托痛子的福，王爷有我照料，坏不了。这补药里掺了催毒的引子，好一个雪上加霜，当面送毒，还要装兄友弟恭。太医来过，摇头就走了，说回天乏术。王妃，求你想想办法。都让开，别添乱，要么信我，
要么等他咽气。撑住，萧环，你不是要等四哥寻回神医吗？现在还不到死的时候，这枕巾我还没收齐呢。我还没死。死了，我这几夜白熬，枕巾找谁要去？太子在补药里做了手脚，是你看出来的。不然你以为你是怎么从阎王手里爬回来的？这条命记你账上。记着吧，连本带利。等你哪天能下床了，慢慢还。这弑鬼鬼祟祟往墙外递纸条，被我逮个正着。战王府的布防，王爷的病况，昨夜请了几趟太医，事无巨细，全往东宫递。好勤快的一条狗！饶命！小的也是被逼的，上头拿小的家人性命相要挟。被谁逼的？到王爷面前一个字一个字说清楚，说得明白，兴许留你一条命。皇后在我府里安插了几个名册呢？在膳房刘管事那里，他才是真正的接头人，小的只是跑腿。是。府里23只眼睛，从门房到膳房，无孔不入。难怪我一举一动，东宫都了如指掌。连根拔了？不，打草惊蛇反倒不美，留几个有用的，往后我说什么做什么，让他们原原本本传回去，传我想让东宫信的那些。会玩，借敌人的嘴，喂敌人想听的料。好身手。这等利落的暗装，王妃从哪儿寻来的？黑市捡的漏，识货吧。识货。可惜旁人有眼无珠，把这样的利刃当罪奴贱卖。往后贴身护着你主子，他若少一根头发，唯你是问。属下领命。这下咱们这条船总算稳当了。主子，当年贴身伺候老夫人苏玉茹的春嬷嬷，被方恒寻了个错处，发配到这乡下，已重病缠身多年。方恒留着她一条命，是怕灭口太急惹人起疑，倒给我留了个活口。你们是方家派来灭口的，老婆子什么都不知道。嬷嬷别怕，我是苏玉然的女儿，知夏。真像夫人年轻的时候。小姐，老奴对不住夫人，没能护住她。当年是方恨，他在夫人的安胎药里一点一点下了慢性毒，又买通乳母，趁人不备，把年幼的小小姐往悬崖边引。她一个妾室，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？背后还有谁？不止他一个，还有如今的太子。当年他与方家早有勾结，借这桩坠崖除掉嫡女，害死正妻，好让方家女顶了嫡女的名分，攀附上东宫。方环毒杀我娘，联手太子害死原主，好得很。这笔血账一笔都跑不了。人证、毒方、银钱往来，桩桩齐全。这案子扎实，就差一个能让陛下不得不亲自过问的时机。证据低得太早，会被方家太子联手压下去。你护着这位人证，我护着你，这桩案子我陪你翻到底。难得，火焰也有热心肠的时候。我只是看不惯有人草菅人命，还能安坐高位，想一世荣华。王爷快走！是索命阁的人，他们是要赶尽杀绝。护住神医，只要他平安到今，西帝就有救，死再不仁也值。奉我家主子之命，护贤王神医周全。四哥在朔州遇袭，索命阁倾巢而出，多亏王妃的人接应，神医才保住一条命。我让青鸾雀翎顺道盯着朔州一线，果然派上了用场。
你早料到太子会对四哥下手。太子最怕的就是神医治好你，与其等你解了毒东山再起，不如杀了寻医的人，断你的活路。这是最省事也最狠的一步棋。这份算计，连我都没料这般周全。神医还在半道，太子吃了这亏，必会再设伏，是要置神医于死地。明面护送，目标太大，护得越严越招人盯。换个法子，放出风声，就说神医已死于乱箭之下，让太子松懈，暗里走水路，把人悄悄接进京。调虎离山，瞒天过海，好计。我救人收钱，向来不做亏本买卖。你这条命金贵，神医这块宝贝，我都得给你保到底。裴之夏，你这个人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娘娘，那裴之夏自嫁入战王府，便与战王勾连甚密，又是解毒，又是肃清府中眼线，恐怕对娘娘不利啊。哦，一个被太子退了婚的弃女，能翻出什么烂花来？娘娘有所不知，能解太医都束手的奇毒，还豢养着江湖死士。娘娘何不趁3日后的宫宴，当众揭他一个私藏毒蛊、勾结江湖、图谋不轨，既除了这心腹之患，又能一并拔了战王的鬼柄。倒是条一石二鸟的毒戒，本宫记你一功。事成之后，太子妃的位子少不了你。谢娘娘成全。主子，裴清浅入宫见了崔皇后，2人密谋，要在3日后的宫宴上发难，构陷您私藏毒蛊，高结江湖，一举拿下您，再拔战王的事。来得正好，我正愁没个由头，把方恒那桩10年旧案捅到满朝文武的眼皮子底下。他们要在宫宴上动手，那是皇后的地盘，你不躲？躲什么？他们想唱戏，台子都给我搭好了，我不上去唱一出大的，岂不可惜？宫宴之上，皇后母族太子党羽云集，耳目众多，你以一己之力当堂对峙，太险。所以，我需要你。他们诬我私藏毒蛊，我便当着满朝的面验给众人看，何为毒，何为药，这盆脏水自然泼不实。他们攀咬我勾结江湖，我便反手呈上方行毒杀正妻、谋害嫡女的供状铁证，反客为主，以攻为守，借他们设的局，反将他们一击。这一回，该轮到他们慌了。萧环，到时候殿上替我撑着点。我在。战王妃，本宫听闻你医术了得，府里还养着一群江湖死士，一个深宅妇人，要这些做什么？回娘娘，养几个护卫不过是为防身，至于医术、治病救人，难道也算一桩罪过？来人，搜战王妃的随身之物。娘娘，您看，这定是毒蛊，他随身藏着毒物，意图行刺，其心可诛。弟妹，私藏毒物可是死罪，当着满朝文武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这是金疮药，这是退热散，这是解百毒的乌灵丹。诸位若是不信，是药是毒，一验便知。空口这泼天的脏水，谁泼下来的，便请谁来接。巧言令色，纵然这几瓶是药，你勾结江湖，图谋不轨，又当如何狡辩？娘娘要给臣妇定罪，臣妇不敢不从。只是定罪之前，请娘娘与诸位大人先听一桩积压了10年的旧案。10年前，定北侯府嫡女坠崖身亡，原配夫人无故暴病，主谋方红同谋之人，便端坐在这殿上。讲下去。这些话，老奴愿意性命作证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恳请陛下彻查。一个乡野老妇被人收买，信口雌黄，怎能为凭？信不信不由你我，由三司会审说了算。怎么，太子殿下慌了？够了！此案交三司即刻彻查，任何人不得徇私阻挠。今夜，你出尽了风头，也树满了敌。敌人本就在那儿，我不过是把躲在暗处的一个个逼到了明处。方才你当众划破手指那一下，
我心里就莫名有些疼。哟，活阎龙也会心疼人？只疼一个。再有月余，这张脸就能完璧归赵。京都第一美人的名头，名不虚传。当初你说借我的壳，如今呢？如今壳我还要借，人我也想留。那便都给你，壳连人。陛下，定北侯府旧案查有实据，方鹏在原配安泰药中下毒，买通乳母谋害嫡女，证据确凿，铁证如山。方皇即刻收押候审。至于太子，念在储君之尊，暂留东宫，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擅出。只是此案牵连甚广，方弘之父方仲乃当巧前避避形势，先行他相关账目证据。准，叫看看这桩旧案底下还藏着多少见不得光的安撒。婉儿被下了大狱，我方家100年的脸面往哪儿搁？那个春嬷嬷是这案子的命门，绝不能留。老爷的意思是派人去农舍灭口，斩草必须除根。还有那个搅事的贱丫头裴之夏，最好一并解决，做成意外。可她如今是战王妃，哼，战王自身难保，一个废人护得住谁？动手！等的就是你们，找死！我家主子早料到方家会来灭口，让我在此候着多日了。你留着有大用。方家急着杀人灭口，杀得这般不顾死亡，看来这桩旧案底下还埋着比谋害嫡女更脏的东西。方家不止害人，他们私通北狄，这些年往关外走私铁器、军械，换回大笔金银，养私兵买人脉。通敌资敌。我说方家一个吏部尚书，哪来这么深的根基？敢谋害侯府嫡女，敢买凶灭口，原来底下通着这么大一条线。难怪太子也要倚仗方家，这不是一桩宅斗旧案，是一条能掀翻半个朝堂的死结。走私军械给北狄是抄家灭族的死罪。陛下，战王手握30万兵权，又娶了裴氏女，借一桩查无实据的旧案，大肆攀咬，铲除异己，分明是图谋不轨，意在动摇国本啊！陛下，战王近来动作频频，结交旧部，收拢人手，不可不防。这裴氏女更是煽风点火，唯恐天下不乱。方爱卿言之凿凿，只是空口无凭。战王是否有不轨之心，朕自有论断。倒是令乃下毒害人一案，证据确凿。你这做父亲的，不先想着如何认罪，反倒急着攀咬功臣。都退下吧，此事朕再看看。方家恶人先告状，把通敌的脏水反泼到王爷头上，陛下那边怕是要起疑了。他越是急着泼脏水转移视线，越说明那条通敌的尾巴快藏不住了。我们要的是他走私的那本账册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账册必藏在方家最隐秘之处，重兵把守，强取不至，还会落人口实。谁说要强取？我有的是法子，让方仲自己把那本账册乖乖捧出来。哼！农舍内业的杀手，你认得他们的刀法？索命阁的刀法和8年前屠我部族的那群人一模一样。原来你的血仇也牵在索命阁身上。我部族数百口一夜之间被屠戮殆尽，我被掳来中原，转卖为奴。下手的就是索命阁。我苟活至今，只为查出那个豢养他们、下令灭我满门的幕后之人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索命阁既能刺杀贤王，又灭你部族，还替太子卖命杀人。一个江湖杀手组织，胃口这么大，手伸这么长，背后定有个财雄势大的金主在豢养。查清这金主是谁，太子、方家乃至皇后母族，或许都串在这同一条线上。一锅端比一个个捡要快。你的仇我帮你报，但你得听我调遣，不许因仇乱了分寸，坏了全盘的局。能做到吗？属下全听主子的。这条命是主子捡回来的，主子让我何时动手丢穿前因，我便何时动手。
主子，查到索命阁在京郊有一处隐秘据点，每月15都有人提银两去那里接头，交割酬金。15还有3日，不枉盯死那个送银子的人。我要顺着这笔银子的来路，一路摸到金主的脸上去。索命阁狡兔3窟，万一那送银的人察觉被跟，反咬一口，打草惊蛇怎么办？所以不能近身，远远坠着，只认人认门，不动手。银子是死的，可收银子花银子的人是活的。咬住这条线，迟早顺藤摸到瓜。七弟，神医，我替你寻回来了。这一路九死一生，总算不负所托。四哥替我奔波大半年，数次涉险，这份情我记一辈子。奇毒入髓，寻常医者却是束手无策。所幸有人以奇术先一步压住毒势，温养经脉，已为老夫铺平了路。你我合力，3月之内可拔尽余毒，复其功力。弟妹的医术，竟连神医都点头称赞。略懂略懂，糊口的手艺。他不止略懂，我这条命，大半是他一针一药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。我说七弟近来气色正好，原是娶了位活神仙回家。看来这桩人人看笑话的赐婚，倒是因祸得福了。神医肯出手，3月之内你便能彻底复工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可一旦你复工的风声走漏，太子、皇后，还有那位藏在幕后的金主，必定狗急跳墙。所以，复工之事要瞒到最后一刻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得一直是那个动弹不得、任人拿捏的废人。扮猪吃虎，我喜欢。等你这把藏了许久的刀重新出鞘，就是咱们反攻倒算的时候。有你在我这条船上，我头一回觉得这盘死棋能活。来了。这月的酬金一文不少，主家还有别的吩咐吗？主家说盯紧战王府，但有异动随时汇报。跟住送银的人别打草惊蛇，我要的是他身后那只手。主子，人进了崔府的偏门，门上的灯笼是崔太夫妇的徽记。崔府，皇后的母族。索命阁这把杀人的刀，背后的金主，竟是当朝崔太傅。崔太傅，难怪索命阁能在荆棘之地横行无忌，刺皇子灭满门，从无人查到根。这老狐狸藏得够深。他要兵权，要扶太子稳稳坐上龙椅。索命阁就是他藏在暗处专做脏活的刀。方家通敌，太子买凶，桩桩件件，怕是都绑不开他。打蛇要打7寸，崔家是根，方家是枝，太子是叶，这条线咱们一节一节的剪。那就先从最好下手的那一节开始。方家那本不账册，只要那本账册到手，方家通敌的死罪做刀，太子就断了一条最粗的剑绑，崔家也少了一处来钱的暗仓。可方仲把账册看得比命还重，藏得极隐秘，强取不至。谁说要强取？我有的是法子，让他自己沉不住心，亲手把那要命的东西捧到咱们面前。方仲最倚重的账房先生，3日前因一笔小账对不上，被方仲当众责打，颜面尽失，心里早憋着一口怨气。你要策反这账房，让他把账册偷出来？不必这么麻烦，策反要银子要时间，还未必稳妥。我只需要让方仲以为这账房要拿账册去告发他，疑心一起，他便坐不住。方仲这种人，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他一急，就会自己去动那本账册。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本官待你不薄，你竟敢通敌叛主！老爷，那账册那是抄家灭族的东西，岂能落到旁人手里？备马！本官亲自去把账册取出来，连那狗急一并处置。多谢方大人亲自把这抄家灭族的铁证捧到我们手里。你们这是私闯尚书府，目无王法！私闯？方大人，这本通敌账例一旦呈到御前，你是想跟我论一句私闯，还是想跟三司论一论方家满门的谋逆死罪？
陛下，方家私通北狄，走私铁器军械共11判，时间、数目、经手之人，账上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好一个吏部尚书，真的庸骨之臣，竟把刀剑卖给关外的狼，通敌叛国，罪不容担。传旨，方家满门下狱，交3、4严审。都查清楚了，当年灭你部族的那批索命阁死士，正是受崔太傅之命行事。你血仇的根在崔家8年了，我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这一天。忍住，崔家这棵大树未倒，现在动手是打草惊蛇。等到清算那日，我亲手把崔太傅交到你面前，让你了结。属下谢主子，这份恩情将万没齿难忘。先别急着谢，崔家是块硬骨头，皇后是他女儿，太子是他外孙，盘根错节，动一发而牵全身。咱们得一层层剥，把他暗处的爪牙先剪干净，再断他通敌的财路，最后才好连根拔起。这中间，你最要紧的就是2个字：忍住。属下明白，等了8年，不差这最后一程。方家完了，裴之夏这个女人一步一步把本宫的人拆得干干净净。太子稍安勿躁，你外祖父还在，崔家的根基未动分毫，只要扳倒萧恒，再大的窟窿也能补回来。萧恒一个废人，偏偏阴魂不散。母后，那就先除掉他，只要他一死，裴之夏没了靠山，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。奇毒已清70%，淤堵的经脉重新贯通，王爷的功力正一日一日的回来。这股力气久违了，3年了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握不动刀。再调养月余，你便是从前那个能在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战神了。话虽如此，王爷面前万不可露了行迹。这毒解得越彻底，越要装得像个废人，一招不慎，前功尽弃。我省得，这把刀什么时候出鞘，得等他们把脖子亲自送到刀口上。连赈济灾民的粮也敢劫，回去告诉你们背后的主子，京畿地块还轮不到索命阁的余孽撒野。壮士留步，敢问壮士高姓大名，容小人日后报答。不必，这批赈灾粮平安送到灾民手里，便是报答。这身手，这气度，天底下能有几人？殿下，昨夜押粮官差遇袭，被一名蒙面人所救。那人身手极高，一招制敌。属下瞧着，那身法那剑势，极像当年的战王。萧剑一个废了武功的人，哪来的身手？你看花了眼，派最得力的人，日夜盯死战王府。本宫倒要看看，这个废人是真废还是装废。殿下，若他当真负了功夫，又娶了那位神医王妃，咱们再想动他，怕是难如登天。所以更要趁他羽翼未丰，斩草除根。传话给外祖父，本宫要在他真正站起来之前，把他连人带名声一起摁死在泥里。正面扳不倒他的人，那就给他猜一个谋逆的死罪，伪造一封战王撕掉边军的密信，再买通一个肯出面指证的人证。人赃并获，这密信的笔迹手握兵备，须得仿得天衣无缝，否则一经细查，反倒露了马脚。笔迹好办，本宫手里有他早年的手札。至于印鉴，仿一个8、9分像便够了。陛下年事已高，又最忌又撕掉起了疑心，谁还顾得上去比那1分半点的差？殿下高明，3人成虎，众口铄金，由不得陛下不信。萧恒不是爱装废人吗？本宫就让他这个废人背上谋逆的铁案，永世不得翻身，连个喊冤的机会都没有。王爷，宫里急报，有人当庭告发您撕掉边军3万，意图谋反，陛下震怒，以下旨令您即刻入宫自辩。太子的反扑来得比我想的还出。伪造的密信加上买通的人证，要破这个局，得先找出那人证的破绽，再戳穿那封密信的死点。调动边军须得有虎符为凭，缺一不可。你的虎符可曾离过身？自先帝亲赐，万不为例。那就好办了。一封没有虎符印证、调不动一兵一将的密信是张死纸，我们不必急着自证，只需当庭让这封伪信自己露馅，让那人证自己崩盘。你是说隐而不发，等他当庭把这封伪信坐实，再一举戳穿？他费这么大劲做的局，咱们若提前拆了，他大可换个法子再来。不如让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把这出戏唱足唱满，再当众塌台，这样栽的跟头，他才爬不起来。有你在，我这条命，这桩冤，都不慌。
父皇，战王私调边军3万，图谋不轨，此乃密信，此乃人证，铁证如山。既是调兵密信，敢问太子，信上可有调兵的虎符印鉴？臣的虎符在此，从未动用。一封没有虎符印鉴的密信，请问太子如何调得动边军一兵一卒？陛下，这位口口声声指证战王的人证，3日前曾2度出入东宫，收东宫纹银整整100两，账目往来桩桩可查。这封伪信，这名伪证，皆出自东宫一手捣造。是太子拿小人全家性命相逼，逼小人做的伪证啊！萧燕，你身为储君，构陷手足伪造铁证，欺君罔上，朕真是瞎了眼！太子2次失手，把柄尽落人手，陛下废除之心已定。再拖下去，等3、4把方家把索命楼的线全插到崔家头上，你我崔氏一族死无葬身之地。父亲的意思是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任人宰割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秋行大典，百官齐聚列场，禁军调度松散，正是天赐良机，一举拿下。好，事到如今，也只剩鱼死网破这一条路了。此意传得极快，老夫行医40年，从未见过这般凶险的正套。再这样下去，要殃及半城。慌没用，隔离病刃，煮沸饮水，艾草熏摄，口鼻遮挡，照我说的做，止得住。王妃，你一个深宅妇人，这疫气凶险，过了病气可如何是好？我治过的疫症比你见过的病人都多，这病过人走的是口鼻和会水，不是走神佛降罪。把规矩立起来，断了传路，他就闹不起来。让开，热毒攻心，再拖半日就没救了。先用我的方子退热清肺，能抢回来一个是一个。口鼻已进了醋的棉布遮挡，病坏的衣物碗筷一律滚水煮过，谁敢乱跑，乱了防疫的规矩，按军法处置。战王妃活命之恩，我们一家老乃没齿难忘。都起来吧，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战王妃以一己之力平息10亿，活民数以万计，这般本事，这般心肠，满朝命妇无人能及。传旨，重重加赏。男儿朕以其重，如此贤德，今挠欲破。不错，萧环这桩赐婚倒是因祸得福了。民心地宠全被这贱人一点点占尽了，再让他这般得意下去，崔家就真没活路了。秋幸之期近在眼前，不能再等，这一回要一击毙命。气毒尽除，经脉如初，气血归位，王爷，你彻底复原了。京都第一美人，货真价实。我这手回春的医术没得说。这张脸，是你一点一点替我修回来的。这张脸，这条命，这身重新回来的功夫，桩桩件件都是你给的。裴之夏，往后换我护你。先说好，护妻可以，吃软饭不行，我可养不起闲人。那我便护你护到底，挣下偌大家业，让你心甘情愿养我。不过你复工的事，半个字都不能透。崔家太子还当你是块任人拿捏的废铁，咱们就让他们一直这么以为。等他们图穷匕现，你这把藏好的刀，再一击封喉。我明白，装废人这件事，我比谁都拿手。这就对了，扮猪吃虎，等的就是他们自己跳出来。废人复工，若让他彻底缓过来，重掌兵权，崔家死无葬身之地。传话进宫，秋行大典提前动手，绝不能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崔太傅藏在暗处杀人的这把刀，今夜我替朝廷、替天下，把它彻底打断。8年了，今日我替部族数百冤魂讨这笔血债。
8年前，是你带人一夜屠尽我部族数百口，认得这把刀吗？这是我父亲的佩刀。不过一群话外蛮夷，崔太傅一句话的事，杀了也就杀了。你杀了我，也查不到崔太傅头上，他从不留把柄。把柄自有别人替你交，我今日只要你这条命，给我满门数百口冤魂电灰。爹娘阿弟，你们的仇，女儿替你们讨回来了。这8年，女儿没有一日忘过你们。主子，索命阁老巢已端，阁主与历年杀人名字俱在。他招了。索命阁受崔太傅豢养10余年，刺贤王害忠良，灭我部族，桩桩件件，账册上都记着。好，崔太傅的死罪，这一桩桩又添了厚厚一路。江晚，大仇得报，心里可还有别的念想？有，这条命是主子给的，往后我只为主子，为这世间的公道活着。太子构陷手足，伪造铁证，勾结外妾，桩桩件件，德行尽丧，废除一事，众卿以为如何？陛下，废除事关国本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崔家树大根深，太子党羽遍布朝野，若处置不当，恐生大乱。还请陛下三思而后行。朕又何尝不知？只是这逆子一桩桩一件件，实在让朕寒心。也罢，容朕再想想，此事秋密之后再议。主子，崔家暗中调动精骑私兵，正一队队往秋县的猎场方向集结。崔太傅与崔皇后这几日频频密会，秋训大典，他们要动手了。困住陛下，诛杀战王，再强行扶太子登基，这是要鱼死网破。他们也是穷途末路，狗急跳墙，什么疯事都做得出来。狗急跳墙好啊，他们越急，破绽就越大。困龙之局，要的就是把所有牛鬼蛇神一次性引到一个笼子里。主子的意思是，不拦着他们？拦什么？他们筹谋了这么久，硬拦反倒打草惊蛇，逼他们换个咱们看不见的法子。不如将计就计，让他们在咱们画好的圈里演完这出谋逆的大戏。他们要趁大典发难，咱们便将计就计，请军入瓮。萧景联络边军精锐，提前潜伏猎场外围，做合围之势。江晚率暗卫贴身护驾，护住陛下。温野盯死京中粮道与城门，断他们的后路。我复工之事，仍瞒到最后一刻。等他们图穷匕现，亮出反旗，我亲自出手收网。这一回，新账旧账一次算清，一个都别想跑。万事俱备，只等号炮一响。今日之后，这天下便是你的了。奉太子令，请君侧，诛奸佞。陛下，您老了，这江山你也守不动了，该让燕儿来做了。逆父！崔氏一族世受皇恩，你竟敢行此犯上篡逆之举，你就不怕遗臭万年，株连九族吗？父皇，事到如今，您就别怪儿臣不孝了。成王败寇，这叫顺天应人。您只要乖乖写下退位诏书，儿臣还能留您一个旁上皇的体面。做梦！朕宁死也不会让江山落到你们这等乱臣贼子手中。他来了，比预想的还急。江晚护驾，先稳住陛下；温野断后，守住退路。其余人按计划行事。他们把宝全压在这一击上了。好啊，那就让他们连本带利全输个干净。装了这么久的废人，憋屈得很，是时候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活阎我归位。战王的功夫他没废，他明明是个动都动不了的废人。废的是你们那颗以为本王好欺的脑子。边军在此，奉旨评判，凡负逆者，杀无赦。中计了，我们中计了，快撤！都是你这个女人，是你一步步坏我大事，你先给本宫陪葬。小寒，我说过，往后换我护你。别动，刀口避开了要害，伤得不算深，有我在，
你死不了。报！北狄探得我朝内乱，自毁盟约，自毁盟约，集结20万铁骑南下，已连破3关，边关守军死伤惨重，告急文书雪片般飞来。欺人太甚！朕这内乱方定，他便趁火打劫，欺我大境无人，满朝武将，何人敢领兵北上，替朕退此强敌，扬我国威？平日里一个个自诩忠勇，如今国难当危，竟无一人敢站出来。儿臣萧桓，愿挂帅出征，不破北狄，誓不还朝。战王，不是中毒重伤，功夫尽废吗？这般身子如何上得了战场，担得起3军？本王废没废？北狄那20万颗人头，会替本王回答诸位。好一个不破北狄，誓不还朝！朕便封你为征北大元帅，节制3军，调度边关一应兵马，即日北上。儿臣领旨。此去边关，极光剑影，九死一生。京中虽乱过一场，到底安稳些。你留下，我才放心。想得美！军中缺医，伤兵变营，你这一身金贵的家底，我不亲自盯着，回头缺胳膊少腿，毒发身亡，谁给你修？我随军。军中凶险，刀剑无眼。我躲过的刀剑比你吃过的饭都多。再说了，你护我半条命，我也得护着你这条命，咱们这叫互相值回炮劈。好，那便夫妻同袍，并肩去会一会北狄的铁骑。北狄欺我心乱，辱我边民，以为有机可乘，以为大境好欺。本王今日便要让他们知道，大境的边关1寸都进不来，犯我河山者，纵远必诛。箭头淬了毒，血止不住，伤口溃烂，这些弟兄怕是熬不过今夜了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，烧滚水，备进步，取烈酒，把我的针囊拿来。还有一口气的，按伤情轻重一个个抬上来。今夜一个都别想死在我手里。王妃娘娘，您是我们的再生父母，这条命是您从阎王里抢回来的，往后就是您的了。您让我们往哪冲，我们就往哪冲。都躺好，别扯了伤口，留着这条命养好了，多杀几个北狄，护好身后的爹娘妻儿，就是谢我了。战王妃乃随军神医，活死人肉白骨。我军每一步调度，北狄竟都料得分毫不差，仿佛亲眼看过本王的将令。营中必有nội应。能拿到核心布防，又能及时传递出去的位置，绝不会低，定是能进这中军帐的人。想从这一群人里揪出他，硬茬打草惊蛇，得设个套，让他自己钻。你有法子？老法子，放饵钓鱼，每条假道只对应一个人。今夜北狄往哪条道上铺内焰，就是哪条道的知情人，一钓一个准。是崔太傅的余党，几年前就买通了我，许我事成之后加官进爵，封其印子。我一时鬼迷心窍，猪油蒙了心啊！求大帅饶命！叛国泄露军机，害我边关将士枉死数百，军法如山，岂容你一句鬼迷心窍便接过？来人，按军法斩立决，传授3军，以儆效尤。崔家这爪子伸的可真够长，人都进大狱了，余党还能把手伸到千里之外的边关来，这笔账回京连本带利一并算。儿郎们，北狄犯我河山，屠我边民，杀我袍兄，血债累累。今日一战，便是叫他们有来无回，永世不敢难忘之时。随本王杀！
这便是大靖那个传言中废了的战王，分明是个索命的杀神！拦住他，给本帅拦住他！大姐，北敌败了，主帅受首，20万大军溃散，我们赢了！之下，仗打完了，该回家了。战王威武，战王进队！战王非神一人心，我边关数千将士。瞧瞧这阵仗，半个京城都出来了。京都第一美男加京都第一神医，这风头怕是要把房顶掀了。风头都是你的，本王嘛，不过是你身边那个替你提脉能打下手的。这话我爱听。环儿，你北破强敌20万，平定边患，扬我国威，之下随军活人无数，安定军心。这桩桩件件，皆是我大靖的擎天之功。朕要重重封赏，要什么尽管开口。儿臣的封赏不急，儿臣此番回朝，有一桩积压了10年、牵连甚广的旧案与新罪，要恳请父皇当殿彻查，还忠良与冤魂一个公道。哦，讲。陛下，这匣中有崔太傅算阳索命阁刺杀贤王、杀边民部族、收买军中内宴的铁证，有方家私通北敌、走私军械11批的账册，有方恒当年毒害我母亲、设计将我推下黑风崖的人证物证，更有太子伪造军报、构陷战王谋逆的供词，桩桩件件皆有据可查。臣妾恳请陛下下旨三司会诊，将这10年的血与冤一并清算，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。好一个崔氏，好一个方氏，朕的肱骨，朕的外戚，朕的太子！传朕旨意，三司会审，即刻提审，彻查到底，一个都不许放过！洪皇万万岁！堂下崔氏一族犯上作乱，谋逆篡位，豢养死士，通敌资敌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铁证如山，还不从实招来，可认罪！一派胡言！老夫3朝元老，忠心可见，这都是那贱人裴之下伪造攀误，蓄意构陷。太傅大人嘴硬，那便请一位与大人你打了10几年交道的老叙旧。崔太傅养我索命阁10余年，每一笔银钱往来都记在账上。刺杀贤王，夜屠边民部族，铲除朝中忠良，买通边关副将，桩桩件件皆是他亲口下的令，亲手盖着私印。太傅大人，这账册上的私印，您一个赖得掉吗？人证物证俱全，崔氏谋逆通敌，罪证确凿，罪无可赦。本宫是一国之母，你们谋逆篡位的国母，那叫乱臣贼子。方皇，10年前是你在我母亲的安胎药里下了红花，害她1尸2命，落下个难产而亡的名声。又是你，怕事情败露，设计将8岁的我推下了黑风崖。你以为人都死绝了，死无对证，可你忘了一个人，当年那个被你收买，事后又被你灭口喂塞的接生婆，她还活着。是他，是方皇指使老身在苏夫人的血泡药里加了红花，他又派人追杀老身灭口。不可能，他明明，你明明已经斩草除根了，是不是？可惜该死的人活着回来了，要债了。方皇，这10年的血债命债，今日连本带利一并奉还。夫人，是为夫瞎了眼，猪油蒙了心，错信了那毒妇。这10年，竟让你含冤九泉，让夏儿受尽搓磨，是为夫对不住你们母女啊！为夫万死难赎。父亲若真悔，便睁大眼睛，看着他们一个个伏法偿命。我娘的在天之灵，要的从来不是您这几滴迟来的眼泪，是公道，是清白。崔氏一族谋逆篡位，通敌资敌，罪在不赦。崔太傅、崔皇后赐死，崔氏满门抄家，流放3000里，欲少不赦。太子萧燕构陷手足，伪造勾结外戚，犯上作乱，德行败尽，废为庶人，圈禁宗人府，终生不得踏出半步。凭什么？这储君之位本就该是我的！萧何，你不过一个半死不活的废人，凭什么踩在我头上？废人，把你输掉的江山和你保不住的命都替你赢回来了。萧燕，
是你自己把一手好牌打成了死局。方皇谋害朝廷命妇，构陷嫡女，心如蛇蝎，凌迟示众，以敬天下毒妇。裴清浅助纣为虐，屡害嫡姐，品行卑劣。杖责40，褫夺诰封，没入官奴，永世为婢。法家满门通敌，一律抄斩。娘仇报了，害你的人一个都没跑，您可以安心了。仇人皆已伏法，远去尽数昭雪。之下，悬在你心头10年的事了了。往后，你想过怎样的日子？忙了这么久，斗了这么久，我啊就想过几天没有阴谋算计，没有光剑影，不必时刻提防有人在背后捅刀子的清静日子，睡到自然醒那种。会有的，无论你想要怎样的日子，我都陪你过。涵儿，太子已废，宗人府里那个不成器的，朕是再指望不上了。诸皇子之中，论功勋、论才德、论民心，无一人能及你万一。这东宫储君之位，朕属意于你。父皇的厚爱与器重，儿臣敏感妩内，只是此事干系重大，容儿臣回去与之下从长商议。也好，也好，你们夫妻项梁同心共德，朕等你的话。父皇要立我为储君，之下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那把龙椅是这天底下最烫手也最磨人的位子，坐上去了，这一辈子就得困死在这吃人的深宫里，被规矩权术人心绊着，再不得一日自由。萧环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心里真想要那个位子吗？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万里江山，是你，是自由，是与你做一对寻常夫妻，白头偕老的一生。那就好，这天下嘛，自有比咱们更想坐那把椅子的人抢着去做，咱们俩另有打算。战王萧衡，文能定国安邦，武能破敌平叛，更兼仁德布于天下，民心归附。朕意已决，立其为东宫太子，承继大统。众卿可有异议？父皇厚爱，儿臣惶恐难当，然儿臣有一事相求，恳请父皇当殿成全。你我父子，但说无妨。儿臣半生戎马，身中奇毒，九死一生，幸得王妃相救，方有今日。儿臣此生所求，不过一份安稳，一人相守。这东宫储位，这万里江山，这泼天的权势富贵，儿臣不敢受，亦不愿受。恳请父皇另择些贤能济捧山友，儿臣只愿粗茶淡饭的寻常夫妻，了此余生。恒儿，你当真想好了？这是九五至尊，这是万里江山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想好了，江山虽重，社稷虽大，终究抵不过他一人。陛下，臣妾这一身医术，与其困守深宫，只为皇亲国眷一家一姓诊脉问药，倒不如散于市井江湖，去多救几个看不起病、抓不起药的穷苦百姓。妾愿随王爷归子，寻一处牵欠医馆，于湖玄武害，给此残生，这才是臣妾真正想要的活法。也罢也罢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强求的心不成。朕若再强留鸟你二人，倒成了棒打鸳鸯寒了宫心的昏君了。朕准了。恒儿，这些年是父皇亏待你了。当年你中奇毒，毁容貌，废武功，满朝避之，唯恐不及，连你母妃去的也早，是父皇没能护住你。如今想来，悔之晚矣。父皇言重了，从不曾劫难，儿臣这辈子也遇不上之下，更不会懂得什么才是儿臣真正想要的东西。好一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！你能这般通透豁达，父皇就彻底放心了。谭儿，你三哥执意归隐山林，这副治理江山、安抚黎民的千钧重担便要落到你的肩上了。你可愿替朕、替列祖列宗、替这天下苍生挺起这万里江山？儿臣愿意。儿臣定当效仿三哥的赤诚与担当，兢兢业业，如履薄冰，做一个无愧于父皇、无愧于黎民、无愧于本心的储君，绝不负父皇所托。三哥，这储君之位本该是您的，是您让贤，萧谭才得以承继，受之，萧谭心中有愧。谭弟，位子在谁手里并不打紧，做得稳不稳，对不对得起这天下的百姓才是根本。我冷眼看了多年，你心里是真正装着黎民疾苦的。这江山交到你手上，三哥放心。三哥金玉良言，萧丹一字一句都记在心里。日后若有难处，还望三哥不吝指点。指点谈不上，你若得空，便来江南寻我们喝杯酒。
江婉，索命阁已被你亲手端了，你不足数百口的血仇也尽数得报。你这一身武艺埋没了可惜。我已向谭帝举荐过你，调你入御林军做个统领，往后凭你自己的真本事，挣一份光明正大的前程。主子，这条命是您从黑风岭的死人堆里捡回来的，这血仇是您带着属下报的，属下这辈子只认您一个主子。您让属下去，属下便去，可只要您一声召唤，属下立刻就会。傻话，去过你自己的日子。王爷王妃归隐之后，京中这一摊子产业人脉，属下必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绝不让任何宵小之辈扰了二位的清静。京里有属下盯着，二位尽管安心。这些年刀口舔血，如今各有各的好去处，往后都给我好好的，平平安安。这是我这个当主子的最后一道命令。听着，娘，害您的人一个都没能逃过律法，女儿也总算能挺直腰杆，做一回堂堂正正的人了。女儿要随他去江南了，去过几天没有算计、没有宝光的安稳日子。您别再挂心了，安心歇着吧。夏儿，是爹对不住你们母女。往后山高水长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就是这儿了，山清水秀，民风淳朴，离那吃人的京城108000里，清静自。只要是你看中的地方，便是这儿。往后我陪你，把医馆一砖一瓦的开起来。这话可得算数。老人家，您这是陈定轩的肺寒咳症，拖久了莫怕，我给您开几副便宜又对症的方子，再施2针，回去按时煎服，调理上一阵子就大好了。诊金嘛，免了。这怎么使得？大夫您医术高明，还分文不略，真是活菩萨下凡啊！萧皇，你说说，曾经的京都第一美男，威震四方的战神大元帅，如今竟沦落到给我这小医罐碾药、晒药、看门面，你这心里头当真半点都不后悔？能与你一处吃饭，一处看病，一处看着日升月落、四时流转，是我半生戎马刀山血海里求都求不来的福气。后悔二字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有。都说这知下堂的女大夫是天上下来的神医，专治那些大医馆束手无策又看不起的疑难杂症，还从不为难咱们这些穷苦人。今日特地赶了几十里路来，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大夫，您是我儿的救命恩人，您救了我们全家呀！这天大的恩情，我们一家做牛做马也无以为报。快起来，使不得！孩子能转危为安，比什么都强。回去好上将养着，按我说的，3日来复诊一回便是。你看，这才是我想要的日子，不必尔虞我诈，不必时刻提防身后的冷箭，安安稳稳的救几个救得了的人，过几天踏实的日子，真好。往后的每一天都会是这样。我答应过你的，护你一生平安、自由、康健，一个字都不会少。江南知下堂既是活人无数，乡民感激其德，竟自发为其立了长生牌位，日日香火供奉。三哥与三嫂倒是真把日子过成了这世间人人称羡的模样。有劳公公远道而来，替我夫妇2人谢过陛下的一番美意。
只是这些金银财币，我们山野之人实在用不上，还请公公回禀陛下，将这些赏赐尽数拨去赈济灾荒、修桥铺路、办些济世的义学义诊，比赏赐给我们二人要有用多。王爷高义，王妃仁心，下官定将二位的原话一字不落地回禀陛下。谭帝说他已大婚，娶了个性子与我一般爽利，敢在朝堂上跟他顶嘴的姑娘，如今夫妻和睦，琴瑟和鸣。他还说盼着哪日能得空微服南校咱们这知下堂，讨一碗我们亲手酿的桂花酒喝。这小子如今贵为九五之尊，富有四海，倒还惦记着这点自酿的桂花酒。萧皇，你这采药的手法3年了还是这么糙，连根带叶一把薅，药性都给你糟蹋了。我手把手教了你多少回了？是，夫人医术冠绝天下，为夫蠢笨，这采药的本事，怕是这辈子都学不会喽。都给我记牢了，行医之人先得有一颗人心，而后才谈医术。这医术是用来救死扶伤、济世活人的，绝不是拿来谋取暴利、攀附权贵的。这一条，你们要刻在骨头里，记一辈子。谨遵师父教诲，弟子定当谨记。萧环，我从前在另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孤身一人，刀口舔血的活着，从没敢想过这辈子还能有这样安稳、这样有人疼的日子。那便从今往后，岁岁年年，我都陪着你过。这样的日子，一日一日都不会少，直到地老天荒。知下堂的恩德，咱们这一方的百姓世世代代都念着、记着，忘不了哟，可不是吗？王爷王妃放着泼天的富贵不要，跑来咱们这小地方救苦救难，真是天上下凡的神仙眷侣。你看这大好河山，这人间烟火，咱们当年没去做那把万人觊觎的龙椅，却守着这一方小小的天地，救着咱们救得了的人，护着咱们护得住的安稳，这样的活法挺好。这便是我们自己的江山，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，一医一药，桩桩件件，都是咱们用本心自由自在挣来的，比那金銮殿上的龙椅金贵100倍。张王殿下，我问你，下辈子你还愿不愿意娶我这么个又毒又飒、半点不讲武德的疯婆娘？生生世世，非你不娶。你若敢嫌我烦，我便缠你到天荒地老。贫嘴，一言为定。